有个朋友想要一块雷击木，今天我跟老二俩上山给找一块。俺俩之前采灵芝的时候，在那个山根底下发现有一个，是这个山根底下吧？是那山根底下，那是在采灵芝呢。我记得那嘎好像有个雷击木嘛，咱上那嘎去找一找。俺没上，走，走。来，四哥这儿呢，好了，是好。来到这儿，看没？这个，终于又找到它了。第二次相见，我这个，对，这个，看看，这就是咱今天要找的。这个附近，看看咱这附近啊，这个树根底下都没有燃烧的痕迹，就说明不是因为这个山火它着的这个树。咱们上山里面经常会遇到雷击木，但是多数的这个被雷劈过的树都是劈断了或者劈两半了，着的特别少。因为在雷雨天嘛，这个树木本身很湿，然后还下雨天，它这个很难燃烧，燃烧的几率很低。这个就是被雷劈完着了。这是找我那个大碴子，就是这个碴子，挺久的，为燃烧工作，这个打开给它的雷，这棵树给轱辘了，这个树相当粗了，看这个树是在树根里，一个人过不过来，到这块的话就一个人过不来。这个树的话，还有个几百年了应该有了，看我站在顶上能够包下，太轻松了，来吧，看看啊，来，这个咱啊，你给它拿下吧。来吧，还是用我这个吧，2人抬吧。用你的设备啊，用我这设备。这块能拿下，长吗？神器啊，这是老一辈林业工人用的伐木神器啊。这个东西它叫2人抬，这个东西它不烧油，也就是费2个馒头吧，或者费点大米饭啥的。来吧，这样比较累人的。咱朋友啊要的不这么大块的，要的是小块的。咱们上山来整一回，就这整块大的得了，多费回事。大好玩意儿啊！老磕木头，这玩意儿给我烧火我都不愿意烧。看不看这东西？一抓一黢黑呀，一手黑呀。来，就这么来。然后再跟我走吧，看喽，来走，来。挺硬啊，挺硬。我这个剧啊，我这剧该说不说，这个剧好几10年没干活了，看看都生锈了。这咱这个剧该罚了，这个。行，就这么来吧，来吧，只要剧响就出沫，来吧，有沫，兄弟，干完了。这干嘛都没了，你看，还行，这比较费板豆啊，我1/3没了。行，一个能16个，能16个，16个最少，还就是不干了。一是2人抬，1人怕干。啊，谁说的？来，多少？多少？那我回家了。木盖子快，来下去，来吧。1、2，哇！1、2，对象你好啊，你冷不冷？来，换一会儿。我不去。冷天不住勤快人，我不去。干热乎了，这馒头。看看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拿的，咱俩扛住吗？那能扛住吗？扛不住，太大了，太斜着，这不抢快了。咱们上山啊，像这种的，这个已经烧的剩不了皮了，咱们给它拔一块黑的。还有其他这个活的树，咱们全部都种啊，咱们保护生态。活树咱不能种，这个来一看来就。好了，这里看2个，我要小块啊，我要小啊，就这个我不要，最大的我不要， 2个给你了，我不要，烧火都不要了，我不要，都你的，我不要，你我能拿的时候我拿的。还行啊，行，好了，祝福朋友们，够，热死了，这里面加一排。
几个，老二一般都不是啥那么自己。可以了，老二这几个，老二不要大户，不要大户。我也干看完啊，也不要大户，就是不要了。这什么情况这是啊？别打我，留给你。哎，你这啥不好？非得要这大木头，烧我都不愿意烧了，玩意儿这破玩意儿。慢走啊，上山啊！走，上山了。现在不去了，下来干点活。这两天降温了，超没劲了。走。哎呀，这个牛在这儿是吧？刚洗啊，不好的。哥，不让我回家了。别呀，来都来了，挺难的了。拿啥呀？不要，你加油。去，做好火箭烧。我要烤点肠有没有更好吃的？不行啊，那行，我给。我点着了，回家了啊！谁呢？这怎么？刚是，我把这个玻璃擦了，一会儿看视频里还有说我把烧去。还干啊？有好吃的吗？有，一会儿回来你给我买。那么是，那有好吃的。来，烧水去。我干什么？我走了。给我买啥好吃的？回来就知道了。那你快点回来。给我来几米塑料布。整啥，老师？钉的窗户还没钉呢。还没定呢。不要像我房子上山了呗。上哪个？那个上几米？3米。这你说不是超量的。再给我来3只板条。好嘞。来，走，老手。哎，用啥过来，老师啊？好嘞。老板，你给我来2串糖葫芦。来2串糖葫芦。大狗肉了，给的老好了啊！回来了。给我买呀！给我买吧！没有，快点，给我！哎，好啊！下一个。啊，选一个啊！看我擦的亮不亮？啊？行，亮，这2串都是我的了啊！小子。这回不带干的，现在擦的。拿一个啊。板儿一样，换成
小家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。这块是斌哥的，咱们现在要还给他们了。咱们现在再看看这里吧。这个是我吃水的一个水井，这个水井水非常好喝，夏天呢又凉又甜。这个只要往里加入一点水的话，随时随地可以压制水了。压井这个活基本上让老二承包了。这是我自己搭的一个大锅台，锅台好高不说，但是这个大铁锅做饭那才叫一个香啊！和朋友围着大锅台一起吃着饭聊着天，那感觉没治吧？小旺仔长大了，淘气了，开始把我挡门的大门帘子给我扯碎乎了，这是他干的，太值天脑了，不需要软了。这是温暖了我一冬天的小火炕，4块8毛这里一天热到天亮，外面飘着雪花，晚上回到家了往炕上一上，往被窝一钻，一觉天亮，这劲儿。对，新家这个房子3年没住了，这小院里面都长草了，长这么高了。这就是林区早些年盖的土木结构的房子。这个房子中间呢，这个墙里头用的是木头做的骨架，然后里面拿大泥弄的。这小房子还不错，前天也包了。这个前天包上的话好处多了，一个就是冬天的话保暖它要好一些，再一个就是下雨天的时候，这个墙根底下一受潮了，里面骨架这个挨着地面这个木头腐烂的话，房子该下雨了。安小房子，然后这个墙面的话，咱们过两天天暖和了，给整点黄土，整点杨柳，给它和成大泥一沫，和完之后漂亮了，带劲了。小仓房还挺宽的，这里边放点工具啥的，真好。这过来看看吧，看看这小屋，看什么东西？样子不少，小兔、小炉子、小地窖、火匣子，这是早上来的一个地板。房子这大不多了，然后小一会儿了。老房子就这样，房子不怕不就怕放着，一放着给你又潮气啥的，但底下前面啥的不掉了。咱们把火匣子冲搭上了，然后把这小屋的炕给它冲搭上了，这样有眼的，从这床上一看，说透亮。这里可以放点柴火，放点棒子啥的，这不挺好吗？这个可以当鸡窝，把咱家小鸡放在这里了。这前面有个大园子，咱们在这园子里头种点果树啥的，种点小菜啥的哈。现在吃个青菜多方便。这块园子是咱房山东头的，这个大园子不小，咱们种菜的话吃不了这么些菜了。看看这里咱们种点啥合适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这个芒果也倒了，现在不能用了。等过两天咱们选一个地方再重新搭一个。房子就这么个房子，院就这么个院。接下来我就开始收拾这里了，把这里收拾的板板正正、利利索索的，让这里成为我新的美好家园。今天就这么这了，明天咱们开工，明天见。咱们先从院里开始，把这院里这个草都给它除掉。大王在这干，干嘛？老二人呢？哪儿了？干上了啊！慢点干，给我留点，别都干了。这谁吧？啊！我不会用镰刀，我用手挖就行，用手就可以了。这
这个大火上这是啊，烧了几十年的婚房子，这个样子，烧了，用了好几十年了，这婚房子现在上面放了很厚很厚一层灰，这火苗现在烧的话，这不太热了，这么大一个小炉子拆掉了，我们重新搭一个更板正、更漂亮的，给你们看看咱们山区的小伙伴是怎么取暖发热的。看看，这边就是烧火的炉轮子，在这边烧火，然后呢，这个烟还有这个火就在这小洞里跑，跑来跑去，这会儿进烟囱走了，上外头去了，然后这个炕面呢就热了，发热了，咱们就在这炕上睡觉，这就是小火炕，大料大新的。收拾完毕，干干净净。这个好喇叭，咱们里面搭个炕头啊，搭个鸡窝，搭个狗窝啥的。这样煎饼碴全给拆掉了，不要了。咱们重新咱们再煎一个小碴。这个中间这空间吧也小，用不上了，这打通就晾上了。这练煎饼碴了吗？就是拿这个木头杆子立的，两边夹着大泥。临时的小房子煎饼碴是这么做的。来吧，去上干！来看我了。今天又来收拾我的新家。前几天把屋里的火墙子、炕、炉子都扒了，炕里的土还冻着呢。今天看看化咋样了，还是没化多少，冻得梆梆硬。这眼瞅着都4月中旬了，晚上还零下呢，看这样一时半会儿也化不开。这地面没化，屋里也整不了啥了。看这天啊，一时半会儿也恼火不了，干脆我也不等了，回家拿家伙事儿去，争取在山野菜出来之前把这房子收拾完，搬过来，别耽误采山货。这房子我也很喜欢，离山近，早上起来门口树上有很多鸟，听着鸟叫声像在山里一样，感觉可好了。我俩回来把家里的炉子拿到新房子去。这小铁炉不光可以取暖，用它来炖个菜呀、烧个水呀，没治了。去年冬天我俩没少用它烤肉，想想那小味儿啊，真香。烧了这么长时间，以为炉筒子里还有老鼻子灰了，拽下来一看，还真没多少。炉筒子都是一节一节接上去的，都得给它拽开，要不然不好拉。天恼火了，以为这炉子用不上了，没想到又派上新用场了。有的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，就像在这里还没有住够，就又得奔新家了。想要生活过得好，多动手，多勤劳，干就完了。神器大铁炉拉过来了，我就不信整不化呢。生活总会遇到一些困难，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把铁炉子靠窗户这儿放，炉筒子就从窗户捅出去。现在呀也没那么冷了，烧几天估计就化开了。冰冻3尺不是一天冻的，活呢也不是一天干的。眼是懒蛋子，手是好汉，拿柴烧火，看看咋样。老二喜欢烧火，每次烧火做饭都有好吃的，这次例外了，在窖里捡了块花儿皮，正好点火用。大家都说这房子没有修的价值了，在我们山区大多数都还住这种房子，只是这个房子长时间不住人了。像这种土房子不怕住，就怕空放着，不住人屋里有潮气，时间长墙皮就掉了。这个房子好好收拾一下子，冬暖夏凉的，住着还是很舒服的。这是我新买的小房子，我的新家。屋里烧了2天炉子，也没花多少，里面也干不了啥，现在干点外面的活。房产窗户底下有棵李子树，本来想砍了，离墙太近了，抹墙啊、堵窗户都不好干活。后来没舍得，决定给它挪走。现在地面也没花多少，不好起，弄断了挺多根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。费了挺大劲儿给它整出来了。我在前园子挖了一个坑，给它做里了。我们这里晚上还冻冰，地面花不到1锹深。先土里根埋上，一会儿该干巴了。我去邻居大爷家拎了2桶水。我这个房子没安井头，这2天抽时间把井头安上，把电也接上。
种下的是树，也是希望。就像生活中，我们会在心里种下一棵希望的树，盼望它能早日开花结果。东方山有2个窗户，拆掉一个，然后给封上，留一个就行了。窗户多了透风，冬天还冷。窗户堵上，屋里靠窗户这里还可以放个柜子啥的。说拆是真快，分分钟就拿下了。拆完就有点不想封上了，看着对面的山得劲儿，我要采蘑菇。准备工具，开干。这几个木头是马圈、马槽子上拆下来的，特意留的，要不然早被老王拿走了。老王见了木头，比啥都亲呢，就像我见了蘑菇一样。山里面大多数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，每当老一辈人说起自己当年盖房子的往事，都很自豪，有那种成就感。这手中的巨榔木头刷刷的，不用油不用电，就费俩大馒头。立柱结好了就开始安装了。堵窗户这一块我是很认真的，谁家有需要找我就行，我来给堵。大家说让我把墙体加固一下吧，这算吗？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往上排，排满了，两边一夹，大泥一糊就完事儿了。不管齐不齐，一把大泥全找齐。学吧，学的手都是活儿，老二现在都会了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苦点儿累点儿啊，干起也来劲儿。这房子虽然差了点儿，最起码是咱自己的，自己的咋看咋得劲儿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草窝。这上面钉点木条子，钉这个不能钉太密，钉太密大泥挂不住，也不能钉太少了，钉太少了给掉下来了。现在冻水的活都干不了，要等到天暖和才行。收拾房子很有成就感，尤其是这种房子。收拾这个房子最大的动力就是离山近，离你喜欢的越近，你就会越舒服。可能这就是爱吧。今天把我家里的井头拿到新房子去，最近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个井压不出水来，不知道是地下水位下降了，还是知道我要搬新家了，反正也用不上了，拿走吧。从家里带了点人井水来，这里之前的井头用的太久了，井坝那里都要豁了。这个井挺多年没用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水了。前几天这屋里拆除干活时，我怕有东西掉里头，我用布给盖上了，给螺丝这里缠上密封带，装上一个大小头变径，希望能出水，要不还得重新打井。井头这里也要缠上密封带，现在就给它装上。这个井用了很多年，对它很有感情，就像老朋友，默默地站在那里等你，哪里有需要哪里到。我的新家也不能少了你。现在给拧紧了，把井挖了放进去，把井抽子也放里头。井坝这里没有螺丝，我找了一个炉钩子给它插进去了。倒了一拧水，很期待能出水那一刻。压了几下心就有底了，从小压到大，对它太了解了，没压几下就出水了。老朋友很给力，刚压出的水焦黄，长时间不用井管里会有铁锈，地下水位那里也存泥沙，需要压一会儿才能清凉。一共压了有10几桶，水变清凉了。这块离山近，这水好喝。老二喝了一口说太凉了，这井水夏天喝都老凉爽了。我拎了一桶水去给新挪的那棵李子树浇浇，在邻居家订了点绊子，下午找了个车去给拉回来。他家要搬外地了，上楼了。他家这点绊子放柴火棚里，一点没着雨。我家存的绊子5年用不完，这大绊子老好了。柴火多存点，过日子心有底。过日子柴米油盐都少不了的东西。绊子装完去另一家，我在他家买了点桦树皮，这玩意儿在林区可是好东西，生活必备的。这都是早些年留存下来的，现在可不让整了。这要不是搬家，说啥也不能卖给我。
我这房子前跟受潮，墙皮起鼓了，我打算给土铲下来，用砖给砌上，地面往下挖一块，里面放点保温材料啥的。这土木房子就怕受潮，有人住啊还好一些。墙皮铲掉，发现里头木头也不行了，糟了。这房子得要加固下了，里面给它用柱脚给房顶顶上就行了。我让别人帮我联系了点油炸杆。我们去他家取的时候，他家还有点铁网，我圈圆子能用上，大体要15块钱一片，有10多片，我都给买回来了。这油炸杆一根是8米长的，用油炸过的，不爱烂。以前是电线杆子，这杆子老沉了，我们3个人抬都不轻松。老二嫌费劲了，回家取了个卡钩。卡钩这活我一般不往上靠，打下手得了。这房子改造用的是百家材料，找材料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呢。下一车的料还不知道在谁家放着呢。这杆子当柱脚多少年都不带烂的。我总共买了7根，屋里面足够了。我这房前和靠大道那边钉板帐子，靠山和房后那撇子用铁网圈就行了。用铁网花不了多少钱，还快。把这房前屋后一圈起来就有家样了。等外面干着差不多了，屋里也化了，得先把外面圈上，要不过几天种园子牛该进来了。这个柱脚坑挖在了我家地垄的中间，让了半垄出来。后夹的帐子要是正好夹在分界线上，邻居家就趟不出之前那些垄了。埋柱脚光用土埋不结实，最底下和最顶上要用石头给挤上，就牢崩的了。看架势6·1不一定能住上，主要是该干的地方太多了。今年闰月闰的气温比往年低很多，柱脚上面留这么高，就是往下挖不动了，底下还冻着呢。今天过来把靠山那边的园子给圈上了。以前这房子没人住，院儿这一圈都和别人家连成片了，中间也没个间隔，跟厂子店似的。这边啦用铁网圈，立柱就用这种铁筋往地上一钉就行了。这玩意儿快，一片有2米多长，一会儿就整个几十米。都圈上的话，牲口就进不来了，就可以放心的种园子了。之前有帐子，前房主说为了趟地打垄，车好掉头就给拆了。这铁网都是别人搬家拆下来的，10块钱一片买来的。之前也是圈园子用的。这块离山近，养点家禽啥的招小动物。狐狸是进不来了，黄皮子照样进，那也没别的办法了。我这房山根底下还有棵李子树，大家都说不要了，砍了吧。我没舍得砍，费点事给它挖出来，弄迁园子去。这树离墙太近了，树根子都长到地基缝里头了。这大哥呀还要往里抠呢，我说别抠了，这再要抠一下，树是保住了，房子呵呵还好我在这块，这房子都啥样了，能架住这么霍霍吗？我怕树根子干巴往上撩了点水，靠墙那边的根子折了挺多，剩这么点根也不知道能不能活。现在这都搬家，说不定谁家院里还有好果树，等着我去找找，有好树再挪回来点来，趁着现在没发芽，种上好成活。我给它晃了晃，让下面的根子都挨上土，给它多浇了点水。刚种完的树不稳当，我找了几个杆子给支上点，要不一刮风该吹倒了。我在邻居家接了个梯子，把线接上，之前的线断了，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被拉草车给刮的。老线年头多了，有的线连皮都没有了，线径也细。现在电器多，功率也大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建议住老房子的朋友最好换一下子，比较稳妥。现在用的还是过去的老表，听说以后给换新的智能表，这回有电了，干点啥也方便了。我从家里带了个插排过来，这根线拽到外边去，一会儿接板子用。我还拿了一个小电锯，这小锯接不了太厚的，2、3公分厚的板子正好用。这点地板还不够，看谁家要有还得买点。林区的地板大多用的都是松木的，落叶松木质硬，里面有油性，挺年头。这板钉帐子那是太带劲了，这小锯比手搂子快多了。应了那句话，人巧不如家伙妙啊！现在我就盼着早点整完，过阵子进山就没时间整了。活不干完，老惦记是回事儿。我和他们说，看谁家歪地板的，告诉我一声。还真找到了一家，让我去看。他家也是搬家了，东西都搬完了，就剩这地板了。这是大屋，这板子长，能一接俩，只要没烂就行。起地板不能着急，着急都起碎了。这炕搭在地板上了，
那一半在炕底下呢。这地板都用几十年了，这玩意儿不凉不热的。做地板的料用的都是好料，给你们看看起完后屋里是啥样的。这个坑就是菜窖，地板下那几个大木头我们叫涤楞。起这个也是个技术活呢，撬不好都撬折了该。我把上面的钉子都给拍倒，一会儿好装车。我旁边有棵大杏树，房主说给我了，他说结的杏又大又甜，这么大的树我怕挪不活。房子西边还有棵20多年的李子树，过几天我给请回我家去。我家邻居大姐给我打电话说她那有点板子要卖，问我要不要，把她那拿来估计就够用了，正好一车就拉回来了。邻居大姐人老好了，我不在家时小旺仔经常跑出来，大姐就帮我照看着，还给喂吃的。大姐家没有电，我从我家接的线给送过去了，要不她手机充电都要去别人家。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，两好嘎一好。有时候一点，今天来挪这棵李子树，这棵树有20多年了。房主大姐说他们20年前搬过来的时候就有，房后还有2棵。这棵树结的甜还好吃。大姐说我们也带不走了，你要喜欢就给你了。我找王哥过来帮忙，他以前挖过树有经验。王哥说拴上油丝绳能拽出来，我怕把树皮勒掉了，找了一块布给包上了。底下都挖透了，我俩晃了几下就晃上来了。这个长在台上好挖一点，我俩打算直接抬着装车，转了半天没整起来，只能把根上的土往下扒拉扒拉，没点劲还真整不动。大门这块立着出不去，就得给放倒了，一点一点往外拽。以前没挪过这个，挖的时候折了挺多粗根子，这么大的树不扔能不能活，心有点没底。装车时叫了几个帮忙的，要是我俩呀指定整不上去。东方山底下还有个小的，这个好挖，反正也是费一回事。这个小树看着就挺招人稀罕，姐说去年还结果了呢。还有一棵30多年的大杏树也让我挖走，那树太大了，得有4、5米高，那个不好整就没要。我这块园子大，都种在果树啥的，自己也吃不了多少，等有朋友过来玩了给摘点。树种完了，我找老王去给我拉点板子，圈园子的板还缺一点。这哥家地板起了，我给买了。他家的地板好，地板是在水泥地上铺的，没受潮，有的是直接在土上铺的，木板子要受潮了容易烂。圈我这小院找了6、7家的料，总算整够了。长板子不好拐弯，就得从窗户递出去。哥说他家窖里还有点东西，带我过去看看能不能有我能用上的。窖里面有挺多泡沫板，我收拾房子能用上，给房子做个保温啥的正好。一共有个几十张，过几天整屋里就能用上了。这次来大哥家是2次回购了，再过些天可能还得来一回。这块还有我能用上的东西。大哥手很巧，自己家用的桌子、凳子都是自己做的。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外面的活现在主要就是改大门了，大门桩子底下还冻着呢，现在整不了，还得过几天才能。
和了点羊角泥，把堵的窗户给它甩上，让它慢慢干着。根据土木结构的房子，墙体中间就是木头，两边就是磨的这种大泥。上泥之前要洒点水，摔上去的泥呢容易粘。这上面钉的木条子就是挂泥的，摔上去的黄泥容易挂在上面。甩的时候要一叉子接一叉子往上甩，抬头的地方一遍整不够，第一遍干了再上第二遍，要一把整太厚了给掉下来了。我把有裂缝的地方用黄泥给抹了抹，要不冬天透风还冷。现在好好整整，冬天暖和还省柴火。这房子我给它整得干净暖和点就行了。东方山底下还有点八炕撇出来的炕洞土，给它推到这边不平的地方，不管是院子还是园子，整平乎的看着顺眼。好土我就给它垫园子了，石头瓦筷子啥的就垫当院了。过些天山菜长出来，我跟老二该进山采山菜了。不进山的时候呢，就在家里收拾收拾房子，这样两不耽误。挺久没进山了，过两天进山看看，估计山韭菜都冒芽了。房子后墙根这里有个挺高的土埋子，我和老二给它挖平了。这土老湿乎了，长时间在这里沤着，墙里的木头都沤烂了。西方山下面高低也不平，我俩也给它铲平乎了。这边以后停个车呀，晾个山货啥的。粪肥前两天我也给翻了一遍，这回发的匀乎了，把中台这里都给它扬上。过几天种园子的时候，找个蹦蹦车给趟一下子，就把这粪肥混到土里了。自己种点菜啥的，吃着方便还省钱，愿意吃啥就种。我这个房子前墙需要加固一下了，我买完了到现在下沉了有15公分了，前墙底下木头都烂了。我截了一个木头，下面放了千斤顶，把房梁给它顶起来，减轻墙体的承重。房子上面挺老沉，主要就是沉在黑棚上的黄泥了。每个房梁下面都要顶上一根，用这样的油炸杆当柱子，这玩意儿挺年头还不爱烂。立柱下面呢，我砌了一个小砖垛子，这样结实，要是直接给立在土上一压它就下去了。立木顶千斤，顶完它就不会再往下走了。土墙根吸收地面的潮气，我把墙根那里的土都给它铲下来了，然后用砖再给它砌上，砖上面抹上水泥砂浆，这样就不怕受潮了。墙角这里放的保温板呢，就是冬天打冷气的，要不冬天呢零下30度，冷气能冻到屋里来。前墙走究了，包的护墙围子离了1码多宽，大缝子也得拆了，要不下雨往里灌水。这两个窗户现在有点歪了，得给拆下来，重新给它校正一下子。窗户扇和窗户套子都得拿下来。砌这个窗户时，墙都跟着晃悠，底下的木头吸糟了，也就靠两边土支撑着呢。后来决定还是把这前墙也拆了得了。这回再整就给它整砖的了，把这堆土给它清走，看看下面有没有地基。要有地基的话就省事儿了。前墙下面的地基就放了1层石头，我把这个石头都给撇出来了，又往下面挖了1条深，基础要整结实点。土上面我又夯了一遍，再把这些石头给码回去。码这石头大面朝下承重好，小石头填空。我这边忙活，那边也没闲着。小燕子在我家屋里找了个好地方在垒窝呢，干得比我都快。石头码完了，我推了2圈沙子溜缝。还有一种方法做地基，就是把这个地槽里面的土一直挖到河流石，然后用沙子给灌满，往上浇水。这个就是水旱沙法做地基，往这上面浇水，沙子就流到缝里了，这样下面就是一个整体了。我找了几块搬家起下来的地板当盒子板，这个板呢要调整好宽度和水平，然后给固定上，要不然往里灌混凝土该胀模了。打这混凝土地梁要一把打完的，我找老王大哥和老金大哥来和灰，他俩和灰，我去别人家找了几根钢筋回来，一会儿给放里头。老王不管是和黄泥还是和灰，每次都能整得稀的溜的，他说好干活。有朋友跟我说，你每年换一面砖墙，4年以后就是个砖房了。工和好了，干快，一会儿就完事儿了。赶着往里灌，赶着放钢筋。这回打完了，挺着挺着，就在这上面砌砖了。今天就这么地了，收工。
景房前脸大窗户上个过梁，买这点松木杆子可都用到正地方了。想要进度快，加把事儿要丁科，把手篓子入库，油锯上场。长木匠、短铁匠，早些年在山里面没少和木头打交道。每天过来收拾房子，看着眼前的山和我的小园，越干越来劲儿，感觉浑身有用不完的洪荒之力。筛点沙子，把固木两头给抹上。最近大家都说进度稍微有点慢，很多活都自己干了，也没雇人，自己干既省钱又省料，就是费时间呢。慢工出小匠，干就完了。过梁上完了，房子就有样了。接下来把房盖顶平，千斤顶上场，20吨、30吨、50吨。我俩用了2个多小时，20多个回合，起起落落的，总算给整直溜了。过木中间有个大缝子，我在下面顶了块板子，放了点铁丝儿当筋，和点混凝土灌到里头，这样更结实。第2天过来，把模板一拆，窗户口就成了。找个蹦蹦车来买点砖和水泥，家里还有点旧砖，留着砌烟囱用。这个新砖砌外墙。再上一根通长的木头当锁口，这个木头很沉，得我们4个人才能给举上去。和点杨浆泥，把燕窝给堵一下子。多甩点黄泥，整严实的，要不透风，冬天冷。我的新家一面青，前墙完活。墙这房盖不平，我打算用千斤给它顶平的，还没等顶平呢，后墙就说话了。房盖我用千斤都给顶起来了，现在这个墙已经不承重了，每个这个领条下面顶了一个柱脚，支起来了。现在这个后墙全靠这个房盖压着它呢，它老实。现在房盖给顶起来了，它就不老实了，现在一推都是晃悠。房盖上面不平，找到原因了，原因就是这个墙下沉了，然后上面重量压下来了，导致这个上面不平了。看看这个底下，这房子根底下这个木头都已经糟了，看烂成这样了。然后导致这木头烂的原因就在这儿，就是包这层墙围子，然后中间有个大缝子，下雨的时候往里灌雨，底下长时间不干，把这个木头给沤烂了，然后房子就下沉了，房盖呢就出来崩大形了。我这一看呐，前墙一换完呐，后墙有点不太满意了，现在这一推啊，直晃悠。行啊，挺了这么些年，也该让它歇歇了。然后大家呢一致的要求我给它换成砖的得了，
现在就听大家的，干脆给它换成砖的，过几天就大变样了。你们瞧好了。今天来把后墙的基础给打上，房后有点低，拆墙下来的土正好给垫上。场地清理完毕，准备放下挖地槽。用活人线打下垂直，找出地基的位置。活干的好不好，全在线上找。破土开挖。山里面说来雨就来雨，大雨下的哗啦啦，我在房檐下挖呀挖，挖出个宝贝扛回家。地槽挖完了，用大锤再夯它一遍。买了一车河流石，一会儿打混凝土。我去找了几块长板子支模用。等房子收拾完了，我也快成手艺人了。开始和混凝土、河流石加水泥干拌一遍，加水浸泡，再翻2遍，黏糊的就成了。之前在地基里挖出的石头，用水冲一冲，一会儿加到混凝土里头。灰和好了，开灌，灌到一半的时候，加几根没花钱的钢筋。地基打得好，哪样的不能少。毛石混凝土4个人干了1下午，完活。今天准备开始砌后墙了，买了一车红砖和一车沙子。这回买的沙子是把盒子板上面的拉子给起下来，要不砌砖碍事。两面的立板先不动，过几天强度上来了再拆。这个砖不怎么吸水，但是那也得浇一下子。水泥干得快不结实，补墙换红砖，幸福每一天。开始做准备工作，把砖都搬到跟前来。砌3级墙，1层100块砖，这一车砖能砌10层。灰脚好了，上家伙，砌砖神器，刨根大铲，掐2轱辘铁丝儿，归2个线卡子。准备工作做好了，干活不耽误事儿。现在就盼着早点收拾完搬过来，自己会干，方便省钱。自己会整，材料能省，前后墙承重，房盖的重量都压在这2面墙上。这回换成砖的了，又结实又漂亮，生活充满希望。上线开干，第1层砖砌到头，排下活。每一层砖都要压缝砌，不能堆缝，不管干多干少，干就干出个样儿。这房子整到这样也不差啥了。剩下的几千块砖是大车送来的。大车院里进不来，只能用铲车一捆一捆往里端。这些砖用差不多了，墙也完活了。我买了2个旧塑窗，后墙上一个，把窗户口留出来了。化工师傅经常说的一句话：上根线下根棱，左右相跟要对平。小墙很快就起来了，后面加个窗户也算是南北通透的了。搭架子准备上2步跳，我把老王叫来当小工。1个人上去下来的，干活干不了多少，光跑道了。
这样干的能快不少。我俩一下午就干了9层砖。天有不测风云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下雨，水泥被浇湿了几袋，我只能顶着雨把它用了，要不然水泥就该扔了。看这样我的后墙要延期了，希望能早点晴天。老房子换新墙，今天接着干。最近几天老下雨，进度有点慢，趁着天好抓紧整。墙两头都揉了茬子，以后换山墙的时候好接。大家常说会了不难，现在越干越熟练了。自己动手收拾房子，虽然有点累，看着每天改造的变化，心情特别好，越干越来劲儿。美好生活马上到来，老王上灰。我在这边砌着墙，小燕在那边也在忙。量了一下窗户口尺寸，该上过木了。找了2轱辘之前锯剩下的油木杆子当过木，这木头不招虫子，不爱烂，还结实。各种量尺，各种锯，锯木的神器真给力。小梁一上，嘎嘎地。这木头是圆的，为了让它牢吧，上之前我打了点水泥灰，干了就稳住了。这俩木头不怎么吃力，房梁正好压在砖上面了。俩木头中间有个空，我找了2个泡沫板给支在下面了，然后往里灌混凝土，这样又省钱又结实。开始往里灌，铺上一层灰，掐了2轱辘铁丝放在里头当拉结筋用了。第二天水泥凝固了，拆下泡沫板，用铁丝把2个木头捆在一起，这样结实还不容易散花。上面这几层砖就得一边顶一边砌了。刚开始顶的时候，先去压几下，木墩就歪了，哪里凸软就往哪边歪。老王在里面顶，我就在外头往起砌。房梁都搭在墙上，柱脚就可以撤掉了。上面空间小，只能2边砌了。后墙砌完房子就有模样了，混搭风格，新旧结合。梁头有点烂了，搭不到墙上了，锯轱辘木头给接上。地梁强度上来了，模板也可以拆掉了。土墙换砖墙，生活喜洋洋。后墙完活了，新墙新气象，生活要有样。换前后墙，这几个千斤顶管大用了。干活的时候上面掉上点水泥灰，给擦吧擦吧。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感谢家乡朋友的鼎力相助，明天接着干下一项。今天给我的西山墙抹黄泥，黄土加氧就要提前给闷上了，一会儿抹的时候好用。先把屋的地面撤掉一层，把砖头子都清出去。之前的地面是铺了一层砖，在砖上抹了一层水泥。要是不撤掉一层，地面打厚了超高，打薄了吧还不结实。我们3个人一会儿就干完了，人多好干活。地面整得溜平，看着都带劲儿。拆火墙的时候，东山撇了点碎砖，顺便也给整走了。房子越来越有样，生活有希望。这个梯子是邻居大哥搬家的时候给我留下的，过日子啥都能用得上。拆烟囱的时候，黑房上有点砖，我上去给撇下来，这个口后期就给封上了。新烟囱从别的地方搭了，黄泥们差不多了，抹之前处理一下墙面，撒点水把不平的地方高出来的都给它铲下来。老底子平乎，好抹还省泥。铲下来的土加点新黄土一拌还能用。老王说铲下来的土更好用。小燕子妈妈很勤劳，把小燕子喂得胖乎乎的。泥和好了，用水泥神器，泥叉子往上甩。和大泥这活不轻巧，我们哥几个换门干。黄泥一上墙，铁抹子来压光。只要人不懒，日子终会有好转。小时候家里房子就是这种磨泥墙，摸着墙，闻着泥土的味道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。伴随着回忆，不知不觉干完了。之前堵的窗户再给上一遍泥，一遍上不了太厚，要分几遍才能找平。齐不齐，一把泥，一把大泥全找齐，房子修得美美的。手是好汉，活不精干，今天就干到这儿了。收工了。今天给我西面的土墙抹砂泥，抹之前把墙根子给加固一下子，土墙根受潮就愿意起皮掉土，把土给它铲掉一层，然后给砌上砖，砖上的抹上水泥就结实了。里边木头都烂了，前面铲掉一点，后面紧跟着就给它砌上，用砖这么给护上，就不会再起皮掉土了。
沙子、黄土、白灰搅拌沙泥儿，磨沙泥儿叫挂沙里子。在底子没干之前，泥软的时候磨，沙子和泥能压进去，和底子结合成一体。底子要是干了或者硬了，磨完的沙泥儿也会喷骨掉下来。会干这活的现在不多了，找平神器沙板子，沙板子一上，小墙锃亮，墙面越平整光亮，后期做饰面时越好干活。互相跟在砖上直接抹上灰，一起下来和沙泥好结合，还平乎。黄土白灰加细沙，小墙抹的溜光又水滑，和点黄泥把檐头堵堵，黄泥年又年，幸福的日子在眼前。一手一泥把檐头堵，冬天住着暖乎乎。房檐头是最容易透风的地方，要细点整着。东山墙的窗户拆下来，我买的二手塑窗比这个大，窗户套子起来也不够大，还要再往外扩一扩。窗户两边一边一个立柱，北边这个粗，南面的细，就往南面扩。林区早些年的老房子很多都是这种土木结构的，中间是木头，两边铺的大泥。按塑窗得有窗户套子，有个砖砌了一个，这样结实又耐用。这个窗户是我望山的景观窗，干着活看着山，虽然累点也心宽。砌砖的时候往里压了点铁丝儿，磨泥的时候和这个口就连接上了。砖砌够高了，我找了几个炕沿当过木，过木一上立马变样。今天完美收工，明天开始磨东墙。东山墙不平，差的挺多，高的地方给铲掉了，洼的地方铺了好几遍黄泥，最后全部给上一遍，总算给整平乎了。这上面直接上沙泥就行了，像这样的底子上沙泥还好结合。这个墙磨得太厚了，干的要慢一些。墙面磨完，屋里头有回音了。和泥时地上泼了挺多水，屋里放一放，干一干。前几天老下雨，趁着这几天天好，干点外面的活。之前圈院的铁网给拆下来，把院里给收拾出来。拉了一车炉灰店门口，大门口这里比路面低很多，这一车能够就不错了。用这个店不爱长草，渗水性还好，经济实惠。上次第二这块也不平，给它垫上一层找找平，后期再照一层面。我的小院又重新规划了。之前码的绊子是和前园子做分界了，这回给它搬走通开，让前园子变大院。改进活是多了点，只为更好的开始。柿子结挺大了，我给挪走了点，看能不能活。辣椒秧子不大，辣椒结的不小，可以摘着吃了。前园子低也得垫一下，又拉了一车炉灰，这回得。铲车只能推个大概，剩下的就得上手慢慢找平了。这两天把我这大院的铁门给安上，安之前要给铁门下面做个地基，这就放线开干。做地基要先挖一个地槽出来，地槽挖完去山边捡了点石头，给底下铺上一层，地基整结实点，要不来回走车滑道给压弯了。石头铺完就可以往里灌混凝土了，一边灌一边找平，再往里面下2个预埋件，安滑道的时候就焊在这上面了。第二天过来混凝土也硬了，我推点砖再往高砌3层，就和水泥路平了。砌砖之前我拉了一个水平线，这3层砖砌完了要水平，门装上好看也好开关。
地基干完了，挖注脚坑，把大门柱子给立上。挖道的另一面不承重，买2个铁管子当支点就行了。找了2轱辘厚背的铁管子当柱脚，这俩柱子高度要一样。这几天老下雨，为了进度能快点儿，丁宇也要把混凝土灌完了。第2天强度上来了，就可以安门了。第2天去另一个村拉大门，也是这意思。一搭完这一搭着后墙上得了呗，就别开立墙了。这个大门是张叔给做的，张叔干了好多年修理。记得小的时候上下学，经常路过他家门口，看他在院里忙活，看到他总会想起小时候。滑道焊完了，开始上门，每个柱子上面都焊有滑轮，最后焊一个把手，在门头前焊一个铁环，上锁链用的。新家新大门，开启幸福之门。今天开始整屋里面了，打地面之前把烟囱地基给挖出来，火墙子底下也要简单做一个基础层。量好卧室留多大，火墙子砌完就当建壁墙了。找了个木头把地面给它夯一下子。夯完了往上撒点水，防止水泥干太快不结实。后来在混凝土给抹上一层。烟囱基础挖的没多深，往大挖了点儿，基础面积大，承重好。破灰时多加了点水泥，找了点石头扔里头了。这个基础要整结实点儿，一个砖烟囱好几吨重，100年大计，质量第一。浇点砖，把火墙的地基给砌上一层。火墙和烟囱的位置确定好了，就可以垫炉灰了。我在屋里把活干，外面雷鸣加闪电。晴天了，开始上炉灰。这玩意儿垫屋里头透气还发暖。这回我给屋里头垫高点的，不潮。打几个水平点，用铝合金尺给刮平，整平乎点，抹水泥时好干活。买了几张泡沫板，把墙角边上给铺一层，冬天挡冷气的，要不冬天墙角的地方冻冰霜。现在咱不懒，冬天屋里暖。今天开始打水泥地面，料不够了，我又买了一车混沙，买了点水泥。又把这2位老大给请来了，帮我和灰。王老大、金老大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我们几个都是干活人，说干就干。3下5除2就给办好了。加水浸泡，料泡好了，翻2个就成了。地面撒点水，让湿乎点，水泥不怕湿，就怕干太快。金大哥负责推料，把道给垫平乎了。地面神器3样法宝：水平仪、木抹子、铝合金。上料开干。
地胶上面得铺一层彩条布，要不然水泥浆都漏下去了。找了几根铁丝儿给塞到混凝土里头。和灰时多加了点水泥，标号够用，干了绑硬，赶着倒灰赶着踩，不用震导器，质量也嘎嘎地。这屋一共用了3块半混砂和12袋水泥，地面完活，溜平。来五金店买2罐防腐漆，把大门桩子给刷上。刷漆之前要用角磨机上钢丝刷，把铁管子上面锈给除掉。大门边上有个空，用板子给钉上。买的木头桩子根底下给刷点机油防烂。大门滑道两边也给抹上水泥。下雨天干点屋里活吧，往屋里拿点砖搭烟囱，把火墙的底座也给砌上。这几天雨下个不停，也不等了，给人整吧，料都拿进来就好了。砌之前用线坠吊下垂直，用铝合金画个垂直线，这样好干活，按线走就行了。挥霍好了，开气，砌个正方形的50烟囱。砌的时候要把炕的排烟口给留出来。到了炕面的高度，找了一个铁板给担上了。烟囱就先砌这么高了，火墙子高度没定出来，没法留出烟口。下一步砌火墙底座，火墙子也当煎饼墙了，砌的时候要排下尺，让南北一样。炕的尺寸也要确定出来，把照空门直接安上。砌底座用的旧砖就行，火墙子也没多沉。烟囱根这里留个口，以后掏灰的时候好掏。烧炕在外屋地烧，这样里屋干净，要不扒灰飘在哪儿都是。这层砌完就够高了，把这上面抹光了点，以后掏灰的时候好掏。下回我要搭一个不一样的炉子。